14.1 版本另一个重要改动就是123费天选不再受到半数规则限制，你可以有6张巴德，再买一个天选巴德，直接凑成3星。与此同时，现在3连败、3连胜才可以吃到1块钱补贴，5连胜连败可以吃到2块钱补贴，经济收入是明显下降的。以往空城连败玩家可以得到10块钱的经济补贴，而现在5连败的玩家仅能获得6金币，从而使4-2拉巴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了，压缩了4费卡阵容的启动时间。那么这版本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低费卡 C 位吗？这期我们以数据角度推导一下冷门阵容巴德的强度，看看巴德有没有开发价值。数据的作用就是替大家排除一些明显错的答案，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。这版本巴德得到了海量加强，爵士乐羁绊、技能法强收益、圣性头盔、帽子、法爆、鬼书等相关装备。而且巴德技能机制是现在稳定的打3发吹奏音，1发敲鸣音。巴德技能机制是很新鲜的，天选巴德第一个技能末尾会释放天选专属吹奏音，所以出装上要求巴德有即时战力，必须有一件输出装。另一个机制是天选巴德会根据整场的游戏技能释放次数积累木灵，所以巴德是做双回蓝的英雄。现在我们推导一下巴德的神装，作为爵士乐肯定会开3超粉加3 KDA 的，所以我们默认一件适应性头盔在头上，讨论剩下2件装备。从回蓝装选择上，最差的组合就是头盔加青龙刀。60蓝的巴德不喜欢这个组合，蓝 buff 加头盔和双头盔是比较接近的。蓝 buff 优点在于启动快，缺点在于巴德第一次技能很难触发击杀增伤，所以我在回蓝装的评级上给出适应性头盔约等于蓝 buff 大于青龙刀的评价。从伤害装选择上，最差的组合就是大天使，对巴德伤害提升很低。最强的组合就是帽子，稳定20%的增伤太强势了。按城区逻辑来说，爵士乐已经有了增伤，尽量不会再做增伤装备，而是寻求法爆更靠谱一些。但是帽子这版本实在是太强了，在城区稀释的情况下，仍然可以做到跟法爆平分秋色。另一个角度就是巴德的鬼书，巴德可以大面积撒网挂鬼书，具体跑一下鬼书的输出，效果也比较不错。所以我们对巴德最强出装推荐是2个适应性头盔加帽子，平替装备可以选择蓝 buff、法爆、鬼书。跟巴德相关的英雄就是卡莎和女枪，卡莎能做的装备就是无尽、轻语、红 buff、蓝 buff、分裂剑。死亡之刃一定不是好装备，因为卡莎已经有了 KDA、大腕射手、爵士乐，全是相同的城区。我们来看卡莎的输出曲线图，这6根曲线密密麻麻的，也符合我们上赛季给出的小结论，就是物理装备比较平衡。一件装备对英雄的提升效率在1.5倍左右，这种云顶的数学底层逻辑，有时间了可以跟大家展开聊一聊。卡莎的第一个问题，卡莎需不需要蓝 buff、红 buff、青龙刀这样的启动装？跟3输出装对比如何？图不是很容易看，我直接表达我的看法。既然总输出比较接近，那我更偏好带启动装的组合，可以减少伤害溢出和提升输出效率。但卡莎施法动画还是很长的。2件回蓝装就十分低效了，所以我推荐卡莎做红 buff 轻语无尽这个组合，平替装备有蓝 buff 巨杀分裂剑。最后我们对比一下卡莎和女枪的输出曲线图，卡莎在前20秒十分接近女枪的输出，所以如果玩巴德的话，追卡莎是一个十分有性价比的选择。而女枪赢在技能组稳定，输出密度高，但女枪这个版本也不是很能对得起自己3费卡的身份，跟维古斯的伤害输出能力没法比。阵容推荐：莉莉娅、妮蔻、凯南、艾克、天选巴德、女枪、卡莎，组成3爵士乐、3 KDA、3超级粉丝、2大腕射手、2真实伤害、2秘书护卫、2护卫，6人口挂艾克，7人口再挂女枪。巴德肯定是推荐爵士乐天选，但是天选耀光使也不影响巴德的输出效率，只是影响一点团队的坦度。阵容主 C 是巴德，主坦是妮蔻或者艾克，副 C 是卡莎。总结一下出装，巴德优先双头盔加帽子，妮蔻选择板甲救赎离子火花。首先这版本的板甲大数据显示非常好，其次妮蔻作为盾坦就是要优先考虑双抗和减伤，那就是板甲加救赎这个组合。最后一件装备是这版本刚加强过的离子火花，增加了200生命值，是一件功能和坦度非常均衡的装备。最后我喊我们的直播员笨蛋小魔女去玩一把巴德，我感觉效果比较符合我的预期。以下是实战画面。最后感谢各位的点赞投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